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王志强当上镇长的消息，像一阵夹着腥味的南风，一夜之间吹遍了红旗镇的每个角落。镇政府大院里的那棵百年老槐树，叶子都好像比平时绿得更油亮，更谄媚了一些。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奇异的骚动，像是无数只看不见的苍蝇在嗡嗡地寻找着那块最新鲜、最滚烫的牛粪。王志强的亲信、办公室主任刘三，一个两腮永远像含着核桃的胖子，最先嗅到了这股味道。他挺着他那比镇长本人更有官威的肚子，在院子里扯着嗓子张罗：“都听好了啊，今晚就在镇招待所，咱们给王镇长接风洗尘。这是咱们镇的大喜事，谁都不能缺席。这是态度问题，是觉悟问题。”刘三的唾沫星子在阳光下闪着光，像是在给每个人都打上一枚忠诚的印记。干部们纷纷响应，那一张张平日里或严肃或麻木的脸，此刻都努力地挤出菊花般的笑容，嘴里说着一定到、早就盼着了之类的屁话。林峰坐在档案室那张掉漆的办公桌后，窗外的一切喧嚣都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他听着，却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他和王志强是初中同学，那是一段他不愿意回忆的过往。记忆里的王志强永远是那个前呼后拥的孩子王，擅长用拳头和几包廉价的零食建立起自己最早的权力版图。而林峰则是那个永远坐在角落里默默看着这一切的书呆子，他们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王志强是那面刻着花纹、光鲜亮丽的正面，而林峰则是那面只有面值、朴实无华的背面。现在，这枚硬币被命运之手高高抛起，落下时，正面朝上，光芒万丈。林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请假条，在事由一栏，他想了想，写下家母身体不适6个字。他知道这是一根软钉子，在官场上，这种钉子扎不疼人，却能恶心人。他就是要恶心一下王志强，也要恶心一下这个正在集体发情的镇政府大院。当刘三摇摇摆摆地走进档案室，看到那张请假条时，脸上的肥肉夸张地抖动了几下。林峰，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声音像是被猪油糊住了喉咙，黏腻而尖锐。王镇长刚上任，第一次集体活动，你就撂挑子？你眼里还有没有组织？还有没有领导？林峰平静地站起身，他比刘三高半个头，这种身高的优势让他的平静显得更有力量。刘主任，我母亲确实不舒服，没办法，尽孝和尽忠，有时候没办法两全。刘三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盯着林峰看了足足有10秒钟，像是想用目光把这个不识抬举的家伙戳穿，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拿起那张假条，狠狠地摔在桌子上，转身走了。那扇破旧的木门被他撞得砰一声巨响，震落了些许灰尘，落在林峰的发梢上，像是无声的嘲讽。那晚的庆功宴据说办得极为成功，镇招待所的灯火亮如白昼，酒气和恭维声混合在一起，熏得人几乎要醉死过去。王志强被簇拥在主座上，他那张因为酒精和兴奋而涨红的脸，在灯光下泛着油光，像一尊刚刚被信徒们擦拭过的神像。他享受着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仿佛整个红旗镇都被他踩在了脚下。有人提到了林峰的缺席，王志强只是摆了摆手，脸上带着一种宽宏大量的猫捉老鼠般的笑容。不来就不来嘛，人家是读书人，清高
跟咱们这些大老粗玩不到一起去，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他接地气。”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过一丝阴冷的、不易察觉的光，那束光像毒蛇的信子，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精心策划的报复。1个星期后，全镇干部大会如期召开，这是王志强上任后的第一次正式亮相，是他宣示主权、树立权威的登基大典。会场设在镇政府3楼的大会议室里，主席台上的红色天鹅绒桌布，红的刺眼，像是凝固的血。王志强坐在正中央，他今天特意换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衫，领口勒得紧紧的，让他那本不算粗壮的脖子显得异常臃肿。他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缓缓扫过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每一张脸都仰望着他，表情恭顺而畏惧。他很满意，这就是他要的感觉，一种生杀予夺的帝王般的快感。他清了清嗓子，开始了他那冗长而空洞的就职演说。他从市里的文件精神讲到镇里的发展规划，声音慷慨激昂，手势夸张有力。台下的人们像一群被催眠的鸽子，随着他声音的起伏，机械地、适时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林峰坐在最后排的角落里，像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他看着王志强在台上的表演，觉得有些滑稽。初中时那个喜欢在校门口堵住低年级同学，逼着别人叫他强哥的少年，和眼前这个满口人民发展的镇长，两个形象在他的脑海里古怪地重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荒诞的漫画。王志强的演讲终于进入了尾声，他突然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意味深长：“同志们，我们红旗镇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是能打硬仗的，但是也不排除有个别同志思想僵化，作风漂浮，长期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离群众越来越远，连咱们的土地是什么颜色都快忘干净了。”台下的空气瞬间凝固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知道正戏要开始了。王志强的目光像2道精准的激光，穿过整个会场，牢牢地锁定了角落里的林峰。他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残忍的快意。比如说，我们的林峰同志，说起来，林峰同志还是我的初中同学呢。他故意加重了“同学”2个字的读音，像是在展示一件有趣的战利品。我记得那时候，林峰同学就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写的文章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念。可惜啊，有些同志书读得越多，架子就越大，离集体就越远了。前几天，咱们班子成员和全镇干部一起吃个饭，联络感情，这么一件小事，林峰同志都能以家里有事为由拒不参加。这不是清高，这是孤傲，这是脱离集体的危险信号。王志强的声音陡然拔高，像一把淬了毒的锥子，狠狠地扎向林峰。我们的干部必须要深入基层，要到群众中去，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欣赏台下众人脸上震惊和恐惧的表情，然后他用一种宣判般的口吻高声宣布：为了帮助林峰同志更好的成长，克服自身的缺点，经镇长办公会特别研究决定，调派林峰同志前往镇生态养殖示范基地，担任副厂长一职。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唬人，生态养殖示范基地，但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那地方的另一个名字叫红旗镇养猪场，一个半死不活、臭气熏天，连镇里的野狗都绕着走的地方。希望林峰同志能把读书人的那点清高
都转化为养猪的实干精神，用猪粪浇灌出思想的红花。话音落下，整个会场死一般的寂静，落针可闻，无数道目光，复杂的、同情的、嘲讽的、幸灾乐祸的、畏惧的，像潮水一样，瞬间将林峰淹没。王志强站在主席台上，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一切。他像一个刚刚打赢了一场关键战役的将军，享受着这种用权力碾压对手的无上快感。他要杀鸡儆猴，而林峰就是他选中了的那只最不听话、羽毛也最漂亮的鸡。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林峰缓缓地站了起来，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没有愤怒，没有屈辱，只有一种异样的平静，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大海。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目光迎向主席台上的王志强，清晰地、不卑不亢地说了4个字：服从安排。然后他转过身，在那些交织的目光中迈开脚步，向会议室外走去。他的背影挺得笔直，像一杆不肯弯折的标枪。这个挺直的背影，在王志强眼中，是比任何激烈的反抗都更加刺眼的挑衅。他嘴角的笑容在那一刻变得无比僵硬。红旗镇养猪场，与其说是生态养殖示范基地，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正在腐烂的伤口。林峰到达的那天，迎接他的是一股几乎能把人熏晕过去的、混合着猪粪、馊水和消毒药水味道的恶臭。空气粘稠的像是胶水，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咽一把看不见的、肮脏的棉絮。猪舍破败不堪，许多屋顶都露着天，墙壁上布满了青黑色的霉斑，像是一张张诡异的人脸。10几头病怏怏的瘦猪懒洋洋地躺在泥水里，连哼哼的力气都没有。一个干瘦的老头蹲在猪圈的栅栏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他就是养猪场的老厂长马向东。老马用他那双看透了世事的浑浊眼睛，从上到下地打量着林峰，就像在打量一头即将被送进屠宰场的细皮嫩肉的猪。镇上派来的新官儿，他的声音像生了锈的铁犁，在地上划拉着，撑得过1个礼拜。我老马的名字倒过来写。林峰没有理会他的冷嘲热讽，他默默地脱下身上那件还带着镇政府大院里樟脑丸味道的干部服，换上了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身蓝色工作装。那衣服又肥又大，穿在他身上像个可笑的布袋。然后他拿起一把铁锹，走进了猪圈，开始清理那积了不知多久的厚得像地毯一样的猪粪。老马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他吐掉烟蒂，没再说话，只是蹲在那里继续看着接下来的日子。林峰用行动回答了老马的质疑，他不像个被发配来的干部，更像一个主动来受苦的修行者。清理猪粪、维修猪舍、调配饲料、给猪打针，这些他从未接触过的又脏又臭的活，他从头学起，干得一丝不苟。他的手，那双曾经只会写字、翻档案的手，很快就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指甲缝里永远塞满了洗不掉的黑泥。他身上的味道也从书卷气变成了和这个养猪场融为一体的复杂的恶臭。他很少说话，只是埋头干活，那种沉默是一种无声的对抗，对抗着恶劣的环境，也对抗着被强加于身的屈辱。老马看在眼里，他那张万年不变的扑克脸上渐渐有了一些松动。他开始主动跟林峰说话，教他怎么从猪的叫声里听出他们是不是生病了，怎么用最省力的方法把猪粪铲进推车里。你小子不像他们。有一天，
老马递给林峰一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他们来了，不是嫌臭，就是嫌累，一个个都想着怎么快点从这鬼地方滚蛋。你倒好，像是要把这儿当家了。林峰接过烟，他并不会抽，只是夹在手指间。他说：“马叔，既来之，则安之。”这句话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老马的话匣子。老马告诉他，这个养猪场曾经是镇上的明星企业，养的猪膘肥体壮，远近闻名。后来镇上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都只想着搞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没人再愿意往这个又脏又累又不讨好的地方投一分钱。厂子就这么一天天败落下来，成了现在这个鬼样子。他们把这里当垃圾桶，把我们这些养猪的也当成了垃圾。老马的眼睛里有一种被遗忘、被抛弃的怨气。就在林峰逐渐适应了养猪场的生活，并赢得了老马初步的信任时，一场危机不期而至。猪场里有几头猪开始拉稀，精神萎靡，不吃不喝。镇上派来的兽医，一个整天打着哈欠的年轻人，过来看了一眼，随便开了点治肠炎的药，就说普通流感，小问题。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反而有更多的猪开始出现同样的症状。王志强打来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充满了虚伪的关切：“林峰同志啊，听说猪场的猪生病了，怎么样？你这个副厂长有没有办法啊？这可是你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考验，可别给我搞砸了。要是猪都死光了，你这个副厂长怕是也当到头喽。”隔着电话线，林峰都能想象出王志强那张幸灾乐祸的脸。他知道王志强正等着看他的笑话，等着他焦头烂额，等着他跪地求饶。林峰压下心中的怒火，平静地说：“请镇长放心，我会处理好的。”挂了电话，林峰的脸色变得凝重。他凭着这些天学到的知识，仔细观察那些病猪的症状。他发现这些猪的症状和普通流感并不完全一样，它们的粪便里带着一种奇怪的霉味。他突然想到了什么，跑到饲料仓库，抓起一把饲料闻了闻，果然那股霉味更加明显。一个大胆的猜测在他心中形成，问题可能出在饲料上。他立刻想到了李月。李月是他在市农业大学的同学，一个专业知识扎实的年轻技术员，现在被分配在镇农业站工作。他知道直接去找镇里的兽医只会被当成一个外行的笑话。他拨通了李月的电话，详细描述了病猪的症状和自己的怀疑。李月在电话那头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林峰，你的怀疑很有可能，听你的描述，像是劣质饲料里的霉菌毒素中毒。你能不能想办法取一些饲料样本，再取一些病猪的血液样本，偷偷送到市里的检测中心去？千万别声张，这事可能不简单。”李月的话证实了林峰的猜测，也让他心里一沉。他知道镇上所有养殖场的饲料都是由一家公司统一供应的，而这家公司的背后隐隐约涉的，他听说过一些风言风语，似乎和镇政府里的某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件事就像一个巨大的冰山，他看到的或许只是水面上的一角。林峰找到了老马，把自己的发现和李月的建议都告诉了他。老马听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爆发出一种异样的光芒。他狠狠地一拍大腿：“我就说嘛，这批饲料送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颜色发暗，还有股怪味。他娘的，这是拿咱们的猪不当命啊！”两人一拍即合。当天深夜，他们趁着夜色
偷偷装了一袋饲料样本和几管血液样本，由老马借了一辆破旧的3轮摩托车，连夜送往市里。几天后，检测结果出来了，和李月预料的一样，饲料中霉菌毒素严重超标，是导致猪群生病的罪魁祸首。老马气得破口大骂，嚷嚷着要去找镇政府讨个说法，但林峰拦住了他：“马叔，别冲动。”他的眼神冷静得可怕。这份检测报告现在还不能拿出来，我们手里只有这一张牌，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候打出去，才能一击致命。现在拿出去，最多就是换掉供应商，赔点钱了事。王志强他们会有10000种方法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老马看着林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褪去了所有的书生气，他的身上有了一种在逆境中磨砺出来的让人胆寒的韧劲和城府。他点了点头，把报告小心翼翼地收好，藏在了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这份报告成了他们手中的第一个无声的筹码。解决了猪群中毒的危机后，林峰并没有停下来。这次的事件让他深刻地意识到，仅仅是埋头养猪是无法改变命运的。他必须找到一条破局之路，一条能让这个养猪场起死回生，也能让他自己重新站起来的路。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结合李月提供的专业知识和自己这段时间的实践观察，开始熬夜撰写一份报告。那段时间，他像疯了一样，白天在猪圈里干活，晚上就在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养猪场的环境、猪粪的处理、沼气的利用、有机蔬菜的种植，一个宏大的环环相扣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在他的笔下渐渐清晰起来。1个星期后，一份长达数万字、图文并茂、数据详实的关于构建猪沼菜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可行性报告完成了。看着这份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的报告，林峰知道，把它交到王志强手上，只会被当成废纸，扔进垃圾桶。他需要一个机会，一个能让这份报告直接呈现在更高层领导面前的机会。机会有时候就像是天上的流星，转瞬即逝，就看你有没有准备好去接住它。那天下午，一列挂着市委牌照的黑色轿车车队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通往养猪场的乡间土路上。老马眼尖，第一个发现了，是市里的车，看样子官不小。林峰的心在那一刻狂跳起来，他知道他的机会来了。市委组织部的周部长正带队下乡，专题调研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顾不上多想，也顾不上换掉身上那件沾满泥污的工作服，抓起那份报告，就像一个抱着炸药包的士兵，冲出了养猪场的大门。他站在土路中间，张开双臂，用自己的身体拦住了车队。车队缓缓停下，为首的一辆车里走下来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像是秘书的年轻人。年轻人皱着眉头，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你是什么人？不知道这是市委领导的车队吗？”林峰不卑不亢，大声说道：“领导，我不是来告状的，我叫林峰，是红旗镇养猪场的一名基层工作人员。我这里有一份关于我们镇农业发展的思考和建议，我认为它很重要，关系到我们镇上千农民的生计。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唐突，但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办法能让领导们听到我们基层的声音。”他的声音洪亮而真诚，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和委屈。那个年轻秘书愣住了，
他大概从未见过以这种方式上访的基层干部。就在这时，后车的车窗摇了下来，露出一张威严而沉稳的面孔，是周部长。周部长显然也听到了林峰的话，他的目光在林峰身上停留了几秒钟，然后对秘书说：“小王，把东西收下吧。”秘书接过林峰手里的报告，林峰深深地鞠了一躬。他没有提自己的名字，也没有提自己的遭遇，他只是在报告的落款处写了6个字：红旗镇养猪场。他知道这份报告本身就是他最好的名片。车队缓缓开走，卷起一阵尘土，很快就消失在了路的尽头。老马走过来，拍了拍林峰的肩膀，声音有些干涩：“你小子胆子真他娘的大。”林峰看着远方，笑了。他说：“马叔，我们这些被扔进深渊里的人，想要爬出去，总得自己找条绳子，不是吗？”那份看似不合时宜的报告，就像一颗被他奋力投向天空的石子。他不知道这颗石子会落向何方，会不会激起涟漪，但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希望，是他为自己，也为这个被遗忘的养猪场埋下的最关键的、等待惊雷的引线。时间像养猪场里那条浑浊的小河，无声无息地流淌了几个月。红旗镇在王志强的领导下，一切都显得那么欣欣向荣。最大的政绩莫过于那条沿着镇边小河修建的沿河景观大道。这个项目耗资巨大，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但王志强力排众议，强行上马。他需要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功绩来装点自己的门面，作为他继续向上攀爬的阶梯。此刻，他正站在自己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隔着窗户，志得意满地看着那条已经初具雏形的景观大道。再过几天就要举行盛大的剪彩仪式了，他连市里要请哪些领导，媒体要发什么样的通稿，都已经在脑子里盘算了一遍又一遍。就在他沉浸在这种虚假的荣光中时，桌上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是市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那头的声音客气而严肃：“是王志强镇长吗？有个紧急通知，市委组织部的周部长明天上午将亲自带队到你们镇，现场宣布一项关于基层改革创新试点的重要人事任命，请你们做好准备。”挂了电话，王志强的心脏因为巨大的狂喜而剧烈地跳动起来。周部长要亲自来现场宣布人事任命，基层改革创新试点，这几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王志强只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要被提拔了。肯定是市里看中了他大刀阔斧搞沿河景观大道的魄力，要把红旗镇树立成一个典型，而他作为这个典型的缔造者，自然要更上一层楼。这个念头像一团火，烧得他浑身燥热，脸上的肥肉都因为兴奋而微微颤抖。他立刻把办公室主任刘三叫了进来，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马上通知下去，全镇上下搞好环境卫生，特别是镇政府大院和景观大道沿线，一根杂草都不能有。明天所有班子成员必须穿正装，提前半小时到大院门口列队欢迎，准备好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横幅、鲜花、鞭炮一样都不能少。刘三点头哈腰地应着，脸上也堆满了谄媚的笑容。明白，镇长，您就放心吧，这肯定是咱们镇的大喜事，是您的喜事啊！整个红旗镇都因为这一个突如其来的通知，像一台生了锈的机器，被强行注入了润滑油，开始疯狂地运转起来。第二天上午，
阳光灿烂的有些晃眼。镇政府大院门口，王志强率领着全体班子成员，像一排等待检阅的企鹅，整齐地站立着。他特意打了一条鲜红色的领带，紧紧地勒在脖子上，仿佛生怕别人看不见他的喜庆和昂扬。他不停地整理着衣领，调整着脸上谦卑而又充满期待的笑容。9点整，市里的车队准时出现在了马路的尽头。王志强立刻堆起满脸的笑容，像一只闻到腥味的猫，第一个迎了上去。车门打开，周部长沉稳地走了下来。周部长，欢迎您莅临我们红旗镇指导工作。王志强几乎是90度地弯着腰，双手紧紧地握住周部长的手，用力地摇晃着。周部长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用力地回握了一下。志强同志，不用这么客气嘛，今天来，我是给你们送人才、送惊喜来的。周部长的声音洪亮而有力，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满意地点了点头。你们镇真是藏龙卧虎啊！一份来自最基层的报告，思路清晰，观点深刻，切中要害，让我们市委组织部都眼前一亮。这充分说明我们基层的同志是很有想法、很有能力的。今天我特地把这位同志带来了，组织上决定要给他压个担子，也给你王镇长配一个好帮手啊！王志强的心里乐开了花，基层的报告，好帮手，他立刻联想到了自己安排在某个部门的亲信，那个能写几笔酸文的笔杆子，肯定是他写的某份材料被周部长看到了，这功劳最终还是要算在自己这个镇长的头上。他连忙弓着身子，笑得更加谦卑了。都是周部长您指导有方，我们镇的干部才有这样的觉悟和水平。不知道是哪位同志如此优秀，能入您的法眼？周部长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他脸上带着一种神秘的微笑，转过身，朝后面一辆车的车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焦到了那扇缓缓打开的车门上。车门打开，掀下来的是一双沾着些许干涸泥点，却被擦得锃光瓦亮的黑色皮鞋。随即，一个身穿朴素但笔挺的干部服，身形依旧挺拔，但脸色晒得有些黝黑，眼神却变得异常沉稳和锐利的年轻人从车里走了下来。当看清来人的那一瞬间，王志强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那笑容就像一块劣质的塑料，被扔进了零下50度的冰柜里，变得僵硬、脆弱，然后寸寸碎裂。他眼中的谄媚和期待，在短短的0.1秒内蒸发得无影无踪。他的瞳孔因为极度的震惊和不可思议，剧烈地收缩成了2个针尖大小的黑点。他看清了，走下车的那个人正是那个被他亲手扔进猪圈，那个他以为早已被猪粪和恶臭淹没，被生活的重压碾成烂泥的林峰。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暂停键。王志强的世界里只剩下自己心脏疯狂撞击胸膛的闷响和一阵阵嗡嗡的耳鸣。他张着嘴，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喉咙里像是被塞进了一大团棉花，发不出半点声音。他的脸色从刚才兴奋的潮红，迅速褪成死人般的煞白，冰冷的汗珠从他的额角渗了出来。他的身体控制不住地微微一晃，像一根被看不见的斧头砍中了根部的木桩，摇摇欲坠。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像是被一道无形的从天而降的惊雷当头劈中，整个灵魂都被劈得出了窍。他身后的那些班子成员也瞬间石化了，他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眼睛瞪得像铜铃，脸上的表情
是见了鬼一般的惊骇，整个欢迎现场的空气凝固到了极点，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周部长似乎对这一切毫无察觉，他亲切地走上前，用力地拍了拍林峰的肩膀，然后转过身，用一种洪亮的、带着赞许的语气，向已经呆若木鸡的王志强和所有人介绍道：“来，志强同志，我给你郑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林峰同志。那份精彩的关于构建猪沼菜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可行性报告，就出自他的手笔。组织上经过慎重研究，一致认为林峰同志是一个有思想、有担当、有实干精神的优秀基层干部。现在我宣布视为组织部的决定。”他从秘书手中接过一份文件，清了清嗓子，用一种不容置疑的铿锵有力的声音念道：“任命林峰同志为红旗镇镇长助理，兼任生态农业改革创新试点项目领导小组组长，享受副镇长级待遇，全权负责此项工作的规划与实施。你作为镇长，要当好后盾，全力配合林峰同志的工作。”全力配合这4个字像4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了王志强的心上。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地盘旋：完了，一切都完了。他亲手放逐到地狱的魔鬼，如今却被天神簇拥着，以一种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雷霆万钧的回来了。王志强的震惊很快就转变成了阴冷的愤怒和怨毒，他像一条被踩了尾巴的毒蛇，盘踞在镇长办公室里，吐着冰冷的信子，盘算着如何让林峰那个该死的项目胎死腹中。林峰的上任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他的脸上。周部长那句全力配合，在他听来更是充满了讽刺和羞辱。他王志强堂堂一镇之长，怎么可能去配合一个被他亲手扔进猪圈的家伙？于是，一场无声的战争在红旗镇政府大院里悄然打响。林峰很快就领教了王志强的手段，他的生态农业改革创新试点项目，要地没地，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他去找分管土地的副镇长，副镇长一脸为难地说：“林助理啊，不是我不支持你，实在是镇里最近的地都规划给景观大道了，实在是挤不出来啊。”他去找财政所长，所长把账本翻得哗哗响，哭丧着脸说：“林助理，您看镇里的财政实在是困难，景观大道那个项目已经把我们掏空了，账上连给干部发工资的钱都快没了。他想从农业站抽调几个人手，农业站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不行，我们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实在抽不出人来啊。”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王志强在背后搞鬼，他用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给林峰的项目设置了无数道看不见的墙，他就是要让林峰寸步难行，让他那个所谓的试点项目变成一个天大的笑话。王志强在镇干部会议上更是明里暗里的敲打：我们镇当前的工作重心是景观大道项目，这是关系到我们红旗镇脸面的头等大事，其他的项目都要为这个中心工作让路，不能因为某些人写了份报告，得了领导几句表扬，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就想另起炉灶，破坏我们镇发展的大好局面。他虽然没有点名，但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某些人就是林峰。一时间，林峰成了镇政府里一个尴尬的存在。他有市委组织部任命的头衔，却指挥不动一个人，调动不了1分钱。许多原本还对他抱有同情的干部，
在王志强的淫威下，也开始对他敬而远之。林峰的办公室被安排在走廊尽头一间最小的房间里，终日冷冷清清，无人问津。王志强看着这一切，心里感到一阵阵快意。他就是要用这种方法把林峰架在火上烤，让他知难而退，让他自己从这个位子上滚蛋。然而他低估了林峰的韧性，那段在养猪场的经历早已将林峰磨砺成了一块坚硬的钢铁。这点办公室里的冷暴力对他来说不过是毛毛雨。既然镇里这条路走不通，那他就走镇外，走市里。他想起了周部长临走时对他说的一句话：小林，你是我们组织部属的典型，有困难可以直接向我汇报。这就是他的尚方宝剑。林峰没有去跟王志强硬碰硬，他收拾好材料，直接坐上了去市里的班车。他拿着那份项目报告，还有周部长的批示，一家一家的敲开了市农业局、市扶贫办、市环保局的大门。那些市里的干部一开始看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乡镇干部，还有些爱答不理，但当他们看到报告的内容，尤其是看到周部长的亲笔批示时，态度立刻发生了360度的转变。猪沼菜生态循环农业，这是一个多么新颖、多么符合当前政策导向的概念啊！更重要的是，这是组织部周部长亲自抓的典型，谁敢怠慢？不到1个星期，林峰就带着市农业局拨付的30万专项扶持资金、市扶贫办的贴息贷款政策，以及市环保局配套的沼气池建设补贴，回到了红旗镇。当林峰把这些盖着市里各个部门红头大印的文件放到王志强办公桌上的时候，王志强的脸色比猪肝还要难看。他感觉自己又被狠狠地扇了一耳光。他第一次尝到了那种政令不出镇长办公室的挫败感。他精心构建的封锁线被林峰轻而易举地从外部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有了钱，事情就好办多了。项目用地，镇里不给，林峰就直接跟养猪场所在的村子签租赁合同。村民们早就对林峰在养猪场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又听说是市里支持的项目，还能给村集体带来收入，一个个都踊跃支持。人手，镇里不调，林峰就从村里招。他还把李月请来，作为项目的技术总监。李月也乐于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应用到这样一片充满希望的试验田里。生态农业试点项目就这样在王志强的层层阻挠下，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破败的养猪场被重新修葺，现代化的猪舍拔地而起，大型的沼气池开始动工建设。沼气池旁边的荒地被开垦出来，规划成了一片片的有机蔬菜大棚。林峰和老马还有新招来的村民们每天都泡在工地上，忙得脚不沾地。林峰整个人晒得更黑了，但也显得更加精干，更加有力量了。他用实际行动向整个红旗镇宣告，他林峰回来了，而且是以一种谁也无法阻挡的姿态。王志强看着养猪场那边热火朝天的景象，心里像是被无数只蚂蚁在啃噬，又急又怒。他知道他必须想办法给林峰致命一击。很快，一个机会被他抓住了。生态项目需要采购大量的建材和物资，王志强立刻想到了当初那批劣质饲料。他通过自己的小舅子找到了当初那个饲料供应商，又通过供应商联系上了一家生产劣质水泥的黑作坊。他授意自己的小舅子去跟林峰的项目接洽，以低于市场价很多的价格向他们推销这批水泥。他算准了，
林峰的项目资金紧张，肯定会贪这个便宜。只要林峰用了这批劣质水泥建起来的猪舍、沼气池，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质量问题，到时候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叫停整个项目，再给林峰扣上一顶贪污腐败、偷工减料的大帽子，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一个恶毒而又隐蔽的陷阱。王志强的小舅子，一个油头粉面的年轻人，很快就找到了林峰。林助理，听说你们的项目在采购水泥，我这有一批货，质量绝对没问题，价格上保证是全市场最低的。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哥夫是王镇长，肯定得支持你的工作嘛。林峰看着他，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已经亮起了警灯。当初那批劣质饲料的账，他可一直没忘。他隐约记得老马当时提过一嘴，说那个饲料供应商好像就是王志强老婆家的亲戚。现在这个小舅子又主动送上门来卖水泥，天底下哪有这样巧的事？林峰假意地表示了感谢，说要考虑一下。送走王志强的小舅子后，他立刻找到了老马。马叔，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那个劣质饲料的供应商？老马一拍脑袋，记得，怎么不记得？华成辉我都认得他，那家伙就是王志强的小舅子他二姑父家的大表哥。这帮家伙都是穿一条裤子的。林峰的心里瞬间就有底了，他让老马想办法偷偷地去取了一些那个小舅子推销的水泥样本，再次送到了市里的质检中心。同时他将计就计，表面上答应了王志强小舅子的合作，签订了采购合同。王志强得知消息后，心中大喜，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林峰身败名裂，跪在他面前摇尾乞怜的场景。然而就在他等着看好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镇党委的陈书记，一个平日里沉默寡言、与世无争，似乎总是在打瞌睡的老头子，突然把他叫到了办公室。陈书记的办公室里飘着一股淡淡的茶香，他示意王志强坐下，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茶。志强同志，最近工作很辛苦啊。陈书记的语气一如既往的温和，听不出任何情绪。王志强有些摸不着头脑，只能点头称是。陈书记慢悠悠地喝了口茶，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份文件，轻轻地推到了王志强面前。你看看这个。王志强拿起来一看，瞳孔猛地一缩，那是一份匿名举报信，信里的内容正是关于上次养猪场劣质饲料事件的，里面附上了一份市检测中心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且明确指出了饲料供应商和王志强小舅子之间的利益输送关系。王志强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他知道这是林峰的报复，是林峰打出的第一张牌。志强同志，这封信是直接寄到我这里的。陈书记的声音依然平静，我没有声张，也没有上报。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做事还是要讲规矩，要守底线。那个景观大道项目，市里最近有些不同的声音，说项目预算超标严重，工程质量也有问题，你自己好自为之吧。陈书记说完便端起茶杯，不再看他。王志强拿着那封信，手心全是冷汗。他知道这是陈书记在敲打他，在警告他。这个一直被他认为是老糊涂的党委书记，心里其实跟明镜似的。他今天把这封信拿出来，意思很明确，我知道你的底细，不要做得太过火。从陈书记办公室出来，王志强感觉自己的后背都湿透了。他立刻打电话给自己的小舅子，
让他终止和林峰项目的水泥供应合同，但已经晚了。林峰那边已经拿着市质检中心出具的劣质水泥检测报告和那份盖着公章的采购合同，直接捅到了市纪委。与此同时，林峰的生态农业项目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第一批用沼渣作为肥料的有机蔬菜长势喜人，在市里的超市里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村民们第一次拿到了实实在在的分红，一个个都喜笑颜开，把林峰当成了救星。养猪场也焕然一新，干净整洁，再也没有了过去那种冲天的臭气。反观王志强的沿河景观大道，则成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由于资金链断裂，加上偷工减料导致的质量问题，整个工程被迫停工，成了一个半拉子工程。河边的护栏摇摇欲坠，铺好的路面坑坑洼洼，老百姓怨声载道，都骂这是个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林峰和王志强的形象在红旗镇百姓的心中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一个是脚踏实地为民办实事的实干家，一个是好大喜功中饱私囊的官僚。民心向背的天平已经开始发生不可逆转的倾斜。王志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他发现他精心编织的权力之网正在被林峰一点一点地撕碎，而他自己则像一只被困在网中的蜘蛛，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摆脱那越来越近的致命的危机。压垮王志强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陈书记。这位即将退休的老书记像一头蛰伏已久的老狮子，在看清了所有的局势后，终于亮出了他那虽已老迈但依旧锋利的爪牙。市纪委的调查组在接到林峰关于劣质水泥的实名举报后，迅速进驻了红旗镇，但他们的调查起初并不顺利。王志强在红旗镇经营多年，关系网盘根错节，许多关键的证据都被他提前销毁或隐藏了。就在调查组一筹莫展之际，陈书记主动找到了他们。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交给他们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纸袋里装的不仅仅是那封关于猎猎饲料的匿名信，还有一份关于沿河景观大道项目虚报预算、违规招标、资金挪用的详细账目记录，甚至还有几段王志强和承建商在酒桌上分赃的录音。这些证据像一颗颗重磅炸弹，将王志强苦心经营的堡垒炸得粉身碎骨。原来陈书记从一开始就在冷眼旁观，他对王志强的小动作了如指掌。他之所以一直隐忍不发，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等待一个能彻底扳倒王志强，又能将对红旗镇的震动降到最低的人。林峰的出现让他看到了这个希望。林峰用自己的能力和成绩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这位老书记的信任和支持。有了陈书记提供的铁证，调查组的工作势如破竹。王志强应声落马，和他有关的利益集团，包括他的小舅子那个饲料供应商、景观大道的承建商，以及镇政府里一些与他沆瀣一气的干部，被一网打尽。消息传出，整个红旗镇像是过节一样，有人甚至在镇政府门口放起了鞭炮。那被压抑了许久的怨气终于得到了释放。几个月后，市委组织部再次来到红旗镇，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在全镇干部群众的推荐和组织部的严格考察下，林峰凭借其在生态农业项目中的出色政绩和他那在逆境中愈发坚定的党性，被正式任命为红旗镇代镇长。
那一天，他站在同一个会议室的主席台上，就是那个他曾经被当众羞辱、被宣判流放的地方。台下坐着同样的一群人，但他们的目光已经完全不同。那目光里有敬佩，有信服，也有一丝不易察的畏惧。林峰的就职演说很短，他没有说那些慷慨激昂的空话，他只是说：“我是在咱们红旗镇的猪圈里明白一个道理的，土地是不会骗人的，你给他一分汗水，他就还你一分收成。人心其实也跟土地一样。”台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那掌声是真诚的，是发自肺腑的。林峰站在那个曾经破败不堪，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化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的养猪场前，远处是整齐划一的现代化猪舍，猪仔的欢叫声此起彼伏，充满了生命力。旁边巨大的沼气池银光闪闪，通过管道为周边的村庄输送着清洁的能源。再远一些是一望无际的有机蔬菜大棚，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老马站在他的身边，递给他一根烟。谁能想到呢？老马感慨道，半年前这里还是个鬼都嫌弃的地方。林峰接过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呛人的烟雾让他想起了半年前他被发配到这里时的那个下午，那股冲天的恶臭，那些鄙夷和嘲讽的目光，那份深入骨髓的屈辱，一切都还历历在目，但他的心中已无波澜。那段被推入深渊的经历，像一场大火，烧掉了他身上所有的怯懦和天真，却也淬炼出了最坚硬的内核。深渊并没有毁灭他，反而让他的根扎得更深、更牢。最终，他破土而出，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那片万里晴空。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